我们其实要来关心到是川普这一次在要对古巴下重手了。有人在看说，美国会不会再度走到当年的古巴飞弹危机的边缘？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注。现在看起来或许有这样子的一个迹象，因为川普在1月29号这一天是最新宣布呢，下达了签署行政命令，进入紧急状态，接下来将会对任何对古巴出售或提供石油的国家就会课予新的关税。川普有给予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有几个理由。他认为说啊，古巴境内设有俄罗斯最大的海外信号情报设施，这样子的一个设施会窃取美国最敏感的所有的国安资讯。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说，古巴有在为真主党、哈马斯等等的恐怖组织提供庇护。还有一个说法是因为他说呢，古巴散播共产意识、迫害政治异议人士，会对美国构成异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美方要针对古巴立刻做出回应。还有呢，所以我们节目要一开始特别请杨老师来看，为什么选在这个时机要突然间对古巴下重手，会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吗？古巴老师怎么看？卡斯楚革命之后，从1959年执政到现在，他过去之后，他的弟弟这个劳尔·卡斯楚也接任，然后也在2021年下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基本上美国都是在经济封锁古巴，把古巴视为整个拉美地区最大的反美集团。那即使是奥巴马的时期，曾经恢复跟古巴的互动，有派驻古巴的美国大使馆以及大使，但川普一上来的时候马上撤销。所以美国跟古巴的关系一直都是很紧张。那在这一次的委内瑞拉事件当中，各位还记得吗？那个马杜罗被绑架，可是马杜罗最亲信的他的安全卫队32个人都是古巴人，都被打死。反而委内瑞拉人都叛逃，所以川普就了解，古巴其实才是真正他要做整个美洲地盘巩固跟清洗真正的最大的那个问题。这从美国的角度而言，当然这一切都违反国际法哈。这一切都违反现在的国际秩序，这当然就是美国自己所谓为他的国家安全、为他的这个造成美国重大安全威胁。那过去从1959年到现在为什么都不动手？但现在呢，他就是要巩固这个地盘，因为他知道委内瑞拉大概每年有1/3委内瑞拉出口的油其实是前往就是古巴，古巴有相当高的比例，也有3成到4成的油是来自于委内瑞拉。他现在把委内瑞拉给这个油给断了之后呢，他就要透过同样的方式来封锁古巴。那古巴人口有1100万人，大概台湾的一半。那部队呢，大概有5万名现役的部队，可是有110万备役的部队。所以你跟这个伊朗一样，你要军事占领、登陆、攻击，就是古巴哈。那同样的情况，这很不容易，那会造成美军的这种损伤。所以他现在采取的就是用包围的方式，然后断掉古巴的进口的这个油，因为古巴自己不太产油。各位了解到，在整个古巴这个岛上面，最北端有一个叫关塔纳摩，那是一直以来从1959年到现在美国租借的一个军事基地。后来在911事件之后，反恐战争当中，很多的恐怖分子还被关在那边被刑求。有一些被刑求的美国的军官，后来还被美国的法院判刑。所以我觉得从川普的这个想法当中他就要去解决，就是他最讨厌从整个共和党，特别美国的南方有大量的古巴的这些移民，他们也都反卡斯楚的政权。从这个角度，他觉得既然我都动手在包围封锁了委内瑞拉，接下来我就要针对古巴。那会不会真的产生怎么样的效应？古巴会怎么回应？那这些过去从没有经历过。不过那都让我们世人想到，似乎好像为另外亚洲某个地方做军事准备，在做示范呐。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先是针对于委内瑞拉，老师帮我们提到，然后第二个，接下来川普的目标其实就是古巴了。那这次用的手段就是用石油禁令，要把古巴的经济给拖垮。有没有办法拖得垮？古巴真的撑得住吗？等一下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因为呢，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这一次川普用的手段其实有点类似他先前针对伊朗的手段。
包括了说，在去年12月开始，伊朗因为美国的制裁之下，不是爆发了经济危机吗？那当时这个全国就发生了这个政治的抗争，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接下来就是通膨失控，然后全国的抗争，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国的主导，还有包括在石油上面的禁运，所以现在有说，是不是同一个剧本根本就是完全的神复制到了古巴的身上呢？因为现在最新的资料也显示，古巴手上石油库存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只剩下15到20天可以继续撑下去。如果说接下来这个继续缺油的话，那么燃料发电的用油会全面告急，全国也会天天都停电，短期内可能就会引发经济的崩溃。古巴撑得住吗？厉将军怎么看？有一句话叫"死猪不怕滚水烫"这个古巴这个国家已经被制裁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从这个飞弹危机之后，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它都长期受美国的制裁。那另外，我们如果说比较其他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包括到北韩，包括到伊朗，我们现在也没看到这些国家有屈服。那川普一直想要用经济的手段达到他政治的目的。其实一个国家除了说是政治经济之外，还有军事，还有民众的心理不要忽略了民众心理的感受。我觉得古巴这个长期以来，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信奉的是这个共产主义。那这已经长期以来是如此。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他们有他们的中心信仰，是不是这么能够这个就因为经济上面，因为一个石油的禁运，它不是石油禁运，是川普是对你卖油给古巴的这个国家来实施关税，而不是对古巴来实施禁运。所以会不会因为这个石油它就达不到油？或许它的油会变贵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不太容易屈服到古巴，因为它的民众经济生活水准已经不是很好。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它本来就是属于这个开发中的国家，本来就不是已开发国家。那如果说是一些或许的波动，可能不会动摇他们的心智第二个，我们看如果说古巴这一次别的国家卖油给古巴，川普要对他课征关税，可是我们随便举一个国家来讲好了。伊朗有没有可能卖油给古巴？我们不敢说一定没有。现在有很多影子舰队啊。伊朗来讲，美国你怎么在对伊朗实施这个石油禁运？那第二个来讲，很多石油方面，它这个会不会有透过第三国转运给古巴？比如说是这个沙特来讲，它虽然产油，它可能透过第三个国家。那第二个，我们讲说俄罗斯会不会可以被卖油给古巴？这也是可以存疑的，因为俄罗斯现在本来就是美国不准它。本来美国就已经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那如果俄罗斯要卖油给古巴，那你想想看，美国怎么对俄罗斯来实施加征关税的制裁呢？像伊朗这几个国家都是如此。或许跟美国友好的这些邦交国譬如说是沙特啦，或者阿联酋啦，或者是印尼这些国家像委内瑞拉现在或许在美国的淫威之下已经被制服，他们可能没办法卖油给古巴。但是就像我讲的。这个其他的产油国家他们本来就美国你就管不了它了嘛。第二个会不会透过第三个国家将这石油转运给古巴？可能性也是有啦，不能说没有。可是我认为说，如果说川普想要复制委内瑞拉的模式来对付古巴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就让古巴能够屈服的。好，所以如果说美国方面是用经济上面制裁古巴，现在看起来恐怕难以撼动古巴。那如果我们用军事面来做讨论呢，有没有可能可以影响得到古巴，能不能打击古巴？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古巴它的军力到底如何。其实它的军力现在不到10万人。那空军的部分，他们的战机是最老旧的米格29，海军主力还是前苏联时代的这个波克级的护卫舰，再加上3艘这种比较老旧的前舰。再来就是说，接下来俄罗斯到底会不会介入？那最新消息是在去年的10月，其实呢，俄罗斯已经批准跟古巴签署新的一个军事上面的合作。那么，俄国的军事专家也建议说，其实可以在古巴来部署这些可以攻击美国全境的，包括了伊斯坎德尔，还有真果树极音速飞弹，会不会造成古巴危机？这是第一个问题要请教志将军。再来就是说，美军要拿下古巴到底有多容易？我认为那个俄罗斯想要部署这个伊斯坎德尔或者是真果树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我认为那个古巴也好，俄罗斯也好，都会再三考量。因为有3个因素这个古巴的地缘战略
对古巴来说是不利的。第一个，距离美国太近，古巴距离美国的佛罗里达半岛只有150公里，那它的首都哈瓦那距离佛罗里达半岛才175公里，太近了，美国根本不要什么空中加油机，直接飞过去就把你解决了。第二个，这个兵力这个相差太悬殊，它兵力不到10万，常备军人不到10万，装备都落后，武器装备，你怎么样去跟美国较量？美国这个轻而易举，顺水推舟就把你给弄掉了。所以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你部署那个真果树跟伊斯坎德尔的这种地对地的导弹，我认为用处不大，只是刺激美国。我认为这个是效果不大。第三个，历史对抗的包袱啊，让古巴越来越弱。那经济制裁一直在经济制裁，军事制裁一直在军事制裁，没有停止。但是美国为什么不动手？我认为美国考虑到3个不能动手。第一个，把推翻古巴的这个领导精神很容易啊，但是要去治理好困难哦。因为它共产主义它的制度完全不一样你这样你怎么去治理？你换一个人又是那个样子，你怎么去治理？它的政治文化，古巴的政治文化跟美国截然不同，你怎么去治理？那不一样啊！你换了人，结果是个烫手的山芋，那你怎么解决？第二个，美国没办法解决的是说，古巴1100万，它只有100万难民，那就到美国去那么近，船就过去了。美国100万难民涌进来，你怎么办？你怎么安置啊？100多万难民，我们讲1成就好。古巴人口1100万嘛，你110万难民，你怎么去接纳？是哇，好困难好麻烦呢。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美国会这么想。我捅马蜂窝，我难民我怎么照顾啊？他要求美国帮忙。就是这个。第3个，南美洲会有反美的浪潮出现。你把古巴给推翻了，那其他的国家整个南美洲的南方市场通通出来了。你怎么可以把它推翻呢？你违反这个国际法、联合国公约，你都违反了，你怎么可以推翻它呢？你用内部推翻，不要去干涉它内政嘛，你就可以把它从外部推翻。其他南美洲的国家整个起来站在古巴这一方，那美国就要面对很大的压力，也在这个地方，而且是在自家后院，远的话在亚洲、在非洲、在欧洲就算了，就在你旁边呢，会有这个状况。我认为这3大的这种压力、这种状况美国会考量再三，可能对古巴这一方面会有施压，但是动手，他还要多商来筹作。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